你受苦了。你杀了我来晚了，如今你有何心愿？我不甘心，我要报仇。好，我助你。我重生到了数月前，我叫昭灵歌，相国庶女，母亲是父亲寻欢的歌姬。我出生便自带异香，这香令无数男人着迷，本就不受宠的我，沦为了嫡姐的香包。来人，带这个贱人去柴房刷马桶。我无时无刻不想逃离这个地狱。你这个贱婢，还想逃？看我不打死你！母亲，妹妹或许是贪玩才出去的。妹妹，你要是能帮我获取后位，我便还你自由之身。迎鸾玉皇后。我本以为答应了嫡姐就可以换到自由，可谁知嫡姐，为什么我明明已经听话了？陛下因香味悦色于我，如今可以诞下皇子，你更留不得了。拖下去，毁去容貌，将他做成人质。姐姐，不要！求求你，你都会听我的，姐姐。为什么苍天对我如此不公？周诗雅，若有来生，我定让你血债血偿！是你，你受苦了。你杀了本宫最讨厌猫，给我扔出去！是。小可怜，你别怕，我会帮你治好的。你我在他眼中都是贱女一条，从今以后，我们相依为命。我来晚了，如今你有何心愿？我不甘心，我要报仇。好，我助你。但此局一旦开始，不可。皇后娘娘让我送汤药过来，你快喝了吧。这碗汤药不是几月前周诗雅为了将我送上龙榻替她代孕送来的迷药吗？难道我重生到了数月前？快喝吧，我还等着给皇后娘娘回命呢。喝完好让你毁容是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去告诉周诗雅，1个时辰后，让她到万寿宫。是。
嫡姐，这皇后娘娘你做的，我如何？皇上，可是头疾犯了，奴才去给您请太医。无妨，你退下吧。是哪个宫的宫女，竟敢私闯朕的寝宫？奴婢是皇后娘娘的妹妹林歌。你身上的味道和皇后一样，好香。奴婢自出生起就身带奇香，人人都说奴婢不香。奴婢只想求一条活路，让奴婢缓解皇上的头疾，可好？如何缓解？奴婢的身体就是解药。朕还是第一次听说用身体当做解药的。奴婢的身体可是上等的补品。竟然这样缓解！皇上，皇后娘娘求见。皇上，臣妾听闻您犯了头疾，特意前来探望。让皇后忧心了，朕无大碍。皇上没事就好，臣妾特意为您煎了汤药，还请皇上喝下。什么味道啊，这么难闻？谁在那里？你，周灵歌。这个贱人怎么变得这么美？娘娘，这不是六小姐吗？闭嘴！歌儿，你怎会在此？姐姐，不是你让我来伺候皇上的吗？是吗？姐姐都忘记了。皇上，这是臣妾的妹妹，歌儿不是有意冒犯皇上，还请皇上宽恕。有趣，想不到这死水里来了一条活灵。无妨，他伺候得很好。如今发生这种事情，是臣妾的失职，还请皇上允许，臣妾先把歌儿带回去，待几日风声过了，臣妾再为他寻得一户好人家。你觉得如何？奴婢的清白之身已经给了皇上，皇上，奴婢还想日后留在您身边伺候。你，皇后可听见了？那便留她在万寿宫做侍寝婢女吧。皇上，周诗雅，你就亲眼看着我是如何夺走你的一切。皇上，这毕竟是臣妾的妹妹，恐怕还需要禀报一下家里。皇后的意思是，朕做不了你周家的主了。臣妾没有这个意思。我知皇后贤淑，念在你们姐妹情深，朕才留她在此。皇后的一番美意，朕岂能辜负？皇上，朕乏了，你回去吧。多谢姐姐，今日的恩情，奴婢定不会忘记。喜欢吗，姐姐？
皇后娘娘，请吧。皇上，您弄疼奴婢了。那朕轻点。皇上，以后奴婢就是您的人了。那就让朕看看你的本事。好一个周林哥，平日里装作乖巧懂事的样子，没想到居然敢勾搭皇上。早知今日，本宫就应该杀了他。娘娘息怒，怎么做事的？不是让你毁他的容吗？如今怎么变得更加娇媚了？奴婢也不记得了。该死！娘娘饶命，皇上不过一时瞧着他新鲜罢了，看在您的面子上才留他，连个名分都没有。娘娘何须忧心？你说的对，从前在府中，他不过是一条畜生，如今也是。明天去府中把母亲请来。是。雅儿，发生何事了？母亲，周林哥那贱人昨夜爬上了皇上的龙榻，现在已经住到万寿宫了。什么？他容貌被毁，皇上还能留他？母亲，等一会儿见到他你就知道了。见过母亲，姐姐。你怎的变了模样？我本来就长这副样子呀，怕是母亲从未正眼瞧过我吧？你这贱人，说有什么方法勾搭的皇上？不是姐姐把我送到龙榻上去的吗？你忘了？昨夜那碗汤里可是有好东西啊！你怎么知道？好在妹妹不负姐姐所托，得到了皇上的宠爱。怎么，姐姐不高兴吗？你居然敢挑衅我！雅儿，切勿动气！来人啊，把这个贱人给我按住，取她的血，来给雅儿做香包。恕妹妹不能再为姐姐割血了。如今皇上夜夜承宠，妹妹的身体不能有一丝损耗，以免惊扰了圣驾。你还敢拿皇上压本宫？本宫如今是皇后，处置你一个奴婢有什么问题？我如今可是皇上的人，你敢动我？按住他！愣着干什么？按住啊！周诗雅，你人前装作贤淑大方，若是让皇上看见你如今恶毒的模样，看你如何顾宠。刘德海，皇上，那婢女呢？回皇上，皇后娘娘一大早将周姑娘叫去凤鸾宫了。姐姐如今还是只会这一招啊，可惜这里是皇宫，不是州府。皇宫又如何？本宫是皇后，处置你一个奴婢理所应当。把他给我扒了，狠狠的打！是。你个贱人，皇上竟然真的碰了你，肯定是被你一时蛊惑了。昨夜皇上可是折腾了一整晚，奴婢可是累坏了。这种辛苦，姐姐怕是从未体会过吧？本宫今日就杀了你，看你以后如何勾引皇上。姐姐今日对我用刑，就不怕皇上怪罪？就凭你一个贱婢，皇上自然不会处置我。况且本宫背后还有太后撑腰，给我打，狠狠的打！
打完了之后，本宫还要取他的血。是。住手！好一个太后撑腰！皇上，皇上，您怎么来了？这外头的奴才好生不懂事，也不知道通报一声。朕以为你们一家人在叙旧，本不想打扰，奈何殿内传来打骂声，朕好奇，这好好的怎哭得梨花带雨？皇上，你要是再不来，奴婢就要被母亲和姐姐杀了。你这孩子，皇上面前不得妄言。皇上，姐姐想用我的血做香包，奴婢不同意，他们便要杀了奴婢。竟还有此事！回皇上，您别听他胡说。皇上，天师说妹妹自小便有奇香，这是一种怪病，我们是在帮她治病呢。朕倒觉得她身上的香味甚是好闻，不必治了。皇上，恕臣妇多言，周林哥是歌妓所生，出身卑贱，实在是不配侍奉皇上。出身卑贱，朕也是宫女所生。这副失言，皇上恕罪。皇上，母亲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你们觉得她出生卑贱，那朕今日便封她为佳嫔，赏赐元成宫，她的母亲受封牡丹夫人，如此便不卑贱了吧？什么？皇上不可！刘德海，传旨六宫。是。皇上，这不合宫里的规矩啊！皇上，奴婢的头好晕。朕先送你回宫。雅儿，这可如何是好啊？佳嫔，别以为她进了宫，本宫就没办法。周嬷嬷，是。还不下来？皇上，奴婢昨晚被你折腾得腰酸腿软。还称奴婢？如今你已经是朕的佳嫔了。是，臣妾记住了。皇上，那太后那边就说我去看折子了，你带佳嫔去元成宫。是。朕晚上再去看你。奴婢叫俏儿，前来侍奉娘娘。皇上是当真宠爱您，赐了这最为华丽的元成宫给娘娘居住。宠爱？我要男人的宠爱有何用？我要的是一步一步走向顶峰。前方是谁？还不跪下给柳嫔娘娘请安！还不跪下给柳嫔娘娘请安！柳嫔娘娘，这位是皇上新封的佳嫔娘娘。佳嫔，本宫从未听说过。回娘娘，想必圣旨很快就会晓谕六宫。大胆奴婢，娘娘问你话了吗？我叫周林歌，是皇上亲封的佳嫔。柳嫔娘娘如果有疑问，可去请教皇上。哼，原来是周家不受待见的庶女，见到本宫为何不跪？我们娘娘与柳嫔娘娘同在嫔位，依照宫规不必行跪拜礼。即便你我同在嫔位，可身份尊卑却不同。你不过是一个庶出的奴婢，本宫入宫已经2年，如今嘛又怀着龙嗣，你凭什么跟我比？听见了吗？我们娘娘要你跪下！哪有同等嫔位还行跪拜礼的？柳嫔娘娘，您这是在羞辱我们娘娘吗？放肆！竟敢跟娘娘顶嘴！姐姐教训的是，哼，算你识相。娘娘，你敢打我？区区一个婢子，敢跟本宫叫嚣？你敢打我的人？本宫不仅要打，
还要打烂他的脸。乔儿，别留余力。是。娘娘救我！娘娘救我！住手！你给本宫住手！乔儿，力气这么小，是没吃饱饭吗？你太狂妄了！本宫要告诉皇上，让他治你的罪。好啊，你去吧，本宫就在元成宫等着你。乔儿，走了。元成宫，皇后都记忆的宫殿，皇上竟然赏给她了。娘娘，她现在就这么胆大妄为，那以后岂不是……哼，我们找皇上说理去。哼。拜见嘉嫔娘娘。即日起，你们都是本宫的人，给本宫当差，能不能干不要紧，要紧的是，千万别被人欺负。若是受了气，我可绝不轻饶。记住了吗？奴婢记住了。乔儿，娘娘，你今天那个巴掌打得不错，以后你就是元成宫的掌事宫女。是，奴婢一定不负娘娘所托。好，下去吧。是。给嘉嫔娘娘请安。皇后娘娘体恤您刚刚入宫，不熟宫规，特意派老奴教导娘娘礼仪。哎呀，姐姐还真是想得周到啊！从前在府中，周嬷嬷就善于教导下面的奴婢。如今本宫已经是一宫之主了，姐姐还让你来教导本宫，这点小事都干得好，该死的骚蹄子！娘娘别忘了，纵使您现在是一宫主位，可庶出毕竟是庶出，再争宠也越不过皇后娘娘，望你时刻谨记。哼，哎呀，好啊，开始吧。宫妃走路一颦一笑都有讲究，娘娘就端着这个水盆练习吧。记住，水不能洒出来一滴。这外头日头这么大，我们娘娘怎么受得了？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伺候皇上太后？嘉嫔，请吧。周嬷嬷教导的是，只是本宫愚钝，需要你亲身示范，才能领略其精髓。周嬷嬷仪态如此端庄，不如请周嬷嬷示范一番。既然娘娘这般虚心求教，老奴自然尽心指点。娘娘可要看好啊！一步3寸，上身要稳，挺胸抬头，目视嘉嫔，你这是要做什么？我可是奉了皇后娘娘之命。你回去告诉姐姐，本宫已经不是以前任人宰割的周灵歌了。你们这些奴才，要是敢在我面前放肆，我就摘了你们的脑袋。你这么做就不怕皇上知道吗？皇上驾到！皇上，您来了。这是怎么了？回皇上，奴婢奉皇后娘娘之命教导娘娘宫规，娘娘不但不听，反而将老奴绊倒，水洒了一身。皇上您瞧见了吧？这个嘉嫔简直是目中无人，狂妄至极。她今日还让人打了叶儿呢。求皇上为奴婢做主。您看，这叶儿的脸都被打肿了。何有此事？回皇上，是柳嫔的婢女以下犯上，对我们娘娘出言不逊。皇上，是嘉嫔对臣妾不敬，臣妾不过让她行礼问安，她便打了叶儿。臣妾如今还怀着龙嗣，怎能受她如此侮辱啊？你动手了？皇上责罚臣妾吧。哪只手打的？喏，这只。这只手是吧？疼不疼？
疼，你瞧，臣妾的手都肿了。下次这种事就让下人动手就好，打坏了你的手，朕该心疼了。皇上不是要为臣妾主持公道吗？虽然嫣儿的脸肿了，可嘉嫔的手也受伤了。朕看在你的面子上，就不罚你的婢女了。哼，皇上，就算是不为臣妾主持公道，可周嬷嬷是皇后宫里的人，难道这不是在打皇后的脸面吗？皇上，你可要为老奴做主啊！回皇上，是周嬷嬷自己不小心摔倒的，跟我们娘娘并无关系。你听见了吧？皇上，你就是偏心。柳嫔，朕看你怀有龙嗣，才一再容忍，你可不要恃宠而骄。恃宠而骄的分明是他。传朕旨意，柳嫔冒犯宫规，罚俸半年。周嬷嬷以下犯上，杖责50。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呀，皇上！娘娘，奴婢从未见过皇上如此宠爱一个嫔妃。皇上不管，我们去找皇后。皇上，你要是再不来，臣妾都要被人冤枉死了。爱妃，你撒起娇来的样子，真像只小猫。臣妾就是猫，而且你是猫，那朕便做你的主子。周氏呀，你的宠爱，你的尊荣，你的权利，我通通都要夺走。我的爱妃，既然你有意，那本座朕最锋利。皇后娘娘，你不会因为跟她姐妹起身，就让她如此胡来吧？令妹不懂事，本宫一定会责罚她。只是皇上现在一时宠爱，本宫也毫无办法。你呀，就忍忍吧，以后你见到嘉嫔，也收敛些。皇后娘娘，让嫔妾忍让。嫔妾可以忍，可肚子里的龙嗣绝不能受委屈。既然娘娘不帮嫔妾，嫔妾自己想办法。蠢货，真以为怀了龙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娘娘，这是今日从宫外送进来的书信。韩慕白，当初我在州府被人虐待，他时常给我送药，你也算是我的恩人。只可惜我同他终究不是一路人。俏儿，先帮本宫梳妆，咱们去见我的好姐姐。是。那这信，听说丽妃跟皇后娘娘甚是亲近，那本宫就送她一份大礼。皇后娘娘，这都什么时辰了，嘉嫔怎么还不来？不都说她对你这个长姐恭敬有加，言听计从吗？怎么，这才刚得了圣宠，就不把皇后娘娘放在眼里了？听说啊，这几天皇上都宿在元辰宫。从前皇上雨露均沾，现在唯宠他一人。我看他分明是恃宠而骄。娘娘，一会儿嘉嫔来的时候，你一定好好处罚他。哦，姐姐这里好生热闹啊，是在议论臣妾吗？妹妹来迟，望姐姐恕罪。嘉嫔不给我行礼跪拜就算了，如今见了皇后娘娘，竟也如此敷衍了事。
姐姐见谅，昨夜皇上宿在妹妹这里，折腾了一夜，腰疼，恕妹妹不能弯身。妹妹伺候皇上辛苦了，赐座。不必了。嘉嫔，别以为你得了皇上几日宠幸，就能恃宠而骄了。今日你来迟了，按照宫规，应该罚跪2个时辰，以儆效尤。皇后娘娘，您说是吧？嘉嫔也是因为伺候皇上太过辛苦了，才迟到的。皇后娘娘，您不要因为她是您的庶妹就徇私偏袒，就算她得了圣上的宠爱，也不能坏了规矩。若是人人效仿，这后宫岂不乱套了？丽妃姐姐说的是，这国有国法，宫有宫规，不能因为她一人坏了宫规纲常，大家说是吧？还请娘娘秉公处置。嘉妃，虽然你是我妹妹，但是众位妃子都这么说了，这个罚跪恕臣妾不能接受。倒是不知道这个后宫到底是规矩大呀，还是陛下大？这话什么意思？哎呀，好酸好疼啊！都怪昨夜皇上太过用力，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臣妾腰真的好痛啊！你懂不懂礼义廉耻？皇上说了，念在臣妾伺候皇上辛苦，特许臣妾晚起。可是皇后娘娘又责怪臣妾请安来迟，到底是该听皇上的，还是听皇后娘娘的？嘉嫔，你竟敢拿皇上来压我们，实在是放肆！皇后娘娘，你今日必须重罚嘉嫔。娘娘，嫔妾昨日亲眼所见，她把周嬷嬷绊倒，绊入水中，视宫规为无物。娘娘，嘉嫔娘娘不听管教，还将老奴绊倒，诬陷老奴，求娘娘为老奴做主啊！嘉嫔，你连皇后娘娘身边的嬷嬷都敢随意责罚，实在是太放肆了。嘉嫔，念在你初入后宫，今日便罚你在凤鸾宫外罚跪1个时辰。都说一入宫门深似海，臣妾今日算是体会到了。各位嫔妃们的眼睛就像一把刀子，要置臣妾于死地。臣妾百口莫辩，不如一死了之算了。臣妾百口莫辩，不如一死了之算了。嘉嫔，你这是干什么？皇上，他们冤枉臣妾，臣妾不如一死了之。皇后，朕需要一个解释。陛下息怒，本宫误会了。长姐说的误，就是要逼死臣妾吗？臣妾本以为在这吃人的后宫，姐姐可以护着妹妹，没想到却是姐姐带头欺负妹妹。本宫也是一时冲动，误会妹妹了。本宫就知道昨日嬷嬷的事情会被人大做文章。皇上，臣妾真是冤死了。皇上，嘉嫔将皇后娘娘的嬷嬷推倒，今日又来迟，皇后娘娘只是按照宫规处罚罢了。昨日的事朕也在场，周嬷嬷不慎狡猾才摔倒，还想诬陷嘉嫔。朕已经罚了她50大板，怎么，今日伤好了，又想在皇后这儿搬弄是非？老奴不敢，老奴不敢。朕最烦搬弄是非之人，把他剑楼拖下去砍了。皇上，求皇上饶了老奴。哎，可还满意？皇上是相信臣妾了，可是姐姐们还不相信臣妾。你们方才咄咄逼人，污了歌儿的清白，该如何罚呢？皇上，您怎能如此放纵嘉嫔？这分明是包庇！包庇！皇上恕罪，丽妃只是口不择言。你们欺辱朕的爱妃，还说朕包庇，
莫非这整个后宫都是你们说了算？皇上息怒！皇上息怒！妹妹们也是为了维护宫规，还请皇上不要迁怒。皇后既为六宫表率，自然不能看着嘉嫔被诬陷，那就由皇后代替他们向嘉嫔致歉吧。是本宫误会你了，还请妹妹不要怪罪。妹妹怎担得起姐姐的赔礼呢？既然皇上这么说了，那本宫就不追究了。此事就此作罢。若再有人诬陷嘉嫔，朕绝不轻饶。往后嘉嫔不必每日来凤鸾宫请安了。起驾！娘娘，皇上带着嘉嫔做了龙辇，往卧龙殿去了。什么？你说嘉嫔上了龙辇？卧龙殿啊，那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嫔妃不可入卧龙殿。皇上他这是……你们都退下！是。皇上，嘉嫔不能入殿。看，皇上，这不符合老祖宗的规矩。朕看你是不想弄白了。皇上，臣妾还是去元辰宫等着吧。朕今日就要带你入卧龙殿，谁敢阻拦，朕就摘了谁的脑袋。皇上，若是今日嘉嫔入了殿，明日满朝文武定会参奏，皇上三思。这天下究竟是朕的，还是那些迂腐之臣的？他们要参奏，随他们去吧。皇上如此宠爱臣妾，臣妾惶恐。朕就是要让全天下人知道，朕有多宠你。臣妾无以为报，只能让皇上快活了。唉，红颜祸水啊！卧龙殿，皇上居然带她进了卧龙殿！皇后娘娘息怒，看我发现了什么？韩慕白，他对周林哥倒是一往情深啊。丽妃娘娘来了。皇后娘娘竟还有心思喝茶，听闻皇上不顾祖训，执意带嘉嫔娘娘进了卧龙殿，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啊！皇上是一国之主，这整个天下都是皇上的，这规矩自然是皇上说了算。我父是礼部司礼，娘娘再不管，就怕您妹妹乱了朝纲，到时候别闹得你我两家难看。丽妃妹妹言重了，过几天就是皇上的万寿节了，本宫还要去为她准备寿礼。说到寿礼，韩将军也会来吧？倒是不知嘉嫔该如何面对呢？哦，他们二人认识？从前嘉嫔娘娘在府中，韩公子就时常看望她。嘉嫔入宫后，韩公子还写了不少书信给她呢。臣妾还有事，就不打扰了。火若燃起，只会越来越大。既然是皇上的万寿宴，娘娘不如穿这件，端庄华贵。俏儿，去把本宫的那件冰丝玉兰装拿来。啊，那件衣服会不会不太得体啊？你知道猫看见老鼠会怎么样吗？一口吃掉。不，是慢慢玩耍，直至无趣。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皇上有多偏宠我，
我就是要成为众矢之的，把你们所有人都拉下高位。多谢，请是我建议父亲，快看，这就是家我来了。不客气。娘娘您瞧，这就是皇上新封的嘉嫔。听闻前几日皇上带她进入了卧龙殿，连老祖宗的规矩都不放在眼里，祸国妖妃呀！想必这就是嘉嫔娘娘吧？今日是万寿节，你穿成这样出席，成何体统？高大人，方才你看舞姬翩翩起舞时，可曾想过体统二字？你，爱妃，快到朕身边来。是，皇上。陛下，嘉嫔娘娘只不过是一介宫妃，怎能做龙椅？今日是朕的寿诞，不必拘泥宫规，大家尽兴即可。献礼，西域进贡，碧玉珐琅一只；南海崔氏进献红珊瑚一座；福建总督进献夜明珠一颗。皇上，这夜明珠好漂亮啊！别以为朕不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皇上，把这些东西通通送到元辰宫去。皇上，皇上，臣妾也有礼物要献给皇上。哦，呈上来。蜀地堪舆图，朕多次派人搜寻未果，皇后是如何得来的？是臣妾的兄长前几日去蜀地游览，碰到了一位游方道士，得知此图珍贵，特意命臣妾献给皇上。皇后有心了，想必母后知道这消息，定会开心。听说妹妹也为皇上准备了礼物，想必一定比本宫的贴心吧？本宫并未给皇上准备什么礼物。嘉嫔，平日里就属你最得宠，怎么皇上万寿你都不表示一下？这天下都是皇上的，臣妾何必要拿皇上的东西再送给皇上呢？爱妃说的极对。话虽如此，那也不能什么都不表示吧。听闻妹妹的母亲是歌舞伎，想来妹妹的舞姿也十分出众，不如为陛下献舞一曲啊。若在众臣面前失了面子，我看皇上还能拿什么保我？宫中有舞伎，何须嘉嫔？好，容臣妾去准备准备。皇上，臣妾上次借您的起衣旧了，特意为您做了件新的。你有心了。皇上，臣妾准备好了。周灵歌，看你怎么出场！这怎么会？他竟然会！狐媚货色！哎，这舞的真不错呀，简直比仙女更胜一筹呀！是啊，妙啊，实在是妙啊！难怪能得皇上连宠几日。天气凉，你这衣服太薄，下去换。是，皇上。皇上，臣妾祝皇上万寿无疆。这个骚浪蹄子，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嘉嫔娘娘，韩将军，请您去偏内一叙。韩慕白，带路吧。是。韩将军，嘉嫔娘娘有请。
合欢香，居然想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来算计我。哥，韩公子，皇上，这一杯酒，祝咱们大晋国繁荣昌盛。罢了，朕不胜酒力，改日吧。那妾身就扶您去偏殿醒醒酒吧。你在宫中过得可还好？我给你写了许多书信，你为何一封回信都没有？韩将军，如今我已经是皇上的人，请你自重。我知道你是被迫的，如今我已经有了权利，可以带你走的。韩慕白，你清醒一点！我现在已经是皇上的人了，只有他才能给我想要的一切。如果你是为了我好，请你以后从我眼前消失。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从前我在府中受到的种种虐待你也见过，我不想再过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我想要的，只有皇上才能给我，你明白吗？哥，我是真心的喜欢你。韩慕白，你放开我，放开我！不要！皇上，这不是佳嫔的声音吗？这声音听起来……屋内是何人啊？回皇后娘娘，佳嫔娘娘在殿内更衣，后来如何？后来韩将军也进去了。什么？我妹妹她……皇上，臣妾早就听闻佳嫔在入宫前与韩将军有过一段旧情，难道他们二人约好在此相会？如此想来，这二人定是在殿内行不轨之事了。皇上，都住嘴！来人，这偏殿给我围了，连只苍蝇都不许给我放出去。若你做不了朕的刀，折了便是。皇上，这不就是佳嫔的声音吗？她果然通奸。这佳嫔贿赂后宫，将皇上的颜面置于何地？皇上，佳嫔妹妹可能也是因为喝了酒，才行此荒唐事的。皇上还请饶她一命。今日可是皇上的寿辰，万华殿外还有许多大臣。佳嫔此举不就是打皇上的脸吗？臣妾恳请皇上处死佳嫔，以正宫规。来人，还不赶紧将这两个狗男女拿下！是。皇上饶命！皇上，怎么是你们？这不是皇后娘娘的贴身宫女秋惠吗？皇上饶命！皇后娘娘饶命！好大的胆子，竟敢与宫女私通！秋惠，你怎会在此？奴婢也不知，奴婢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佳嫔呢？佳嫔她……哎呀，这里好生热闹啊！这是佳嫔，你怎会在此？姐姐，妹妹方才就换衣服了呀。姐姐忘了，不知皇后娘娘给我安排了什么大礼？娘娘说什么呢？是韩将军找您叙旧。哼，别装了，我知道是皇后娘娘命你用武至此，直说吧。你竟敢诬陷皇后！皇上，臣妾刚刚听见您说要把臣妾打入冷宫，臣妾是做错什么事情了吗？这里没有其他人了吗？其他人？韩将军呢？什么韩将军啊？我们被人设计，按我说的行。那你呢？我自问，我从未听过什么韩将军。皇上，臣妾有证据能够证明佳嫔与韩将军。这封信
就是臣妾从嘉嫔殿里搜出来的。这是在你殿中搜来的。皇上，您怀疑臣妾？这些信，臣妾不知从何而来，更从未见过。从前妹妹在府中只是一个庶出的奴婢，怎么可能结识像韩大将军这样的大人物呢？对吧，长姐？你这书信，怕是有人要陷害臣妾。来人，看看这是不是韩慕白的字迹。回皇上，据老奴所知，韩将军习的是草书，而这是楷书。怎么会这样？丽妃，你居然敢诬陷本宫的妹妹！那这信，据说丽妃娘娘和皇后娘娘甚是亲近，本宫就送她一份大礼。皇上看了还疑心臣妾吗？没想到在皇上心中，臣妾竟然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臣妾真的好伤心啊！难道皇上对臣妾的爱都是假的吗？朕误会了，朕以为你与韩慕白……臣妾将一颗心全然交给皇上，没想到换来的竟然是皇上的猜忌，臣妾的心都要碎了。你别哭，是朕错了。皇上既然不相信臣妾，臣妾不如一死了之。哥，朕向你保证，以后定会信任你，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皇上，人人都说臣妾是妖妃，可臣妾全然不在乎，只想好好的陪在皇上身边。可偏有些人就是不让臣妾好过。丽妃，你该当。皇上，臣妾也是为了皇上好啊！传旨，丽妃陷害宫妃，褫夺封号，降为贵人，幽居冷宫。皇后，你觉得如何？臣妾无异议。皇上，皇后娘娘，救我！皇上，那这二人如何处置？臣妾既然嘉嫔今日受了委屈，便交给她处置吧。谢皇上。皇上，若今日那偏殿中的人真是你，朕定饶不了你。皇上，若今日那殿中的人是我的话，你会杀了臣妾？朕怎么舍得？朕会把你锁起来，日夜折磨。休想踏出朕的手掌心！怎么了？皇上，臣妾今日来了月血，不能侍奉皇上了。皇上请回吧。你赶朕走？免得后宫又说臣妾霸占皇上，祸国殃民。罢了，朕过几日再来看你。你终究还是只爱你的帝王威仪，我必须掌握一切，才能一步一步往上爬。皇上许久不来，臣妾都想皇上了。睡吧。臣妾无以为报。哥儿，皇上连做梦都念叨着那个女人的名字，实在可恨。娘娘，秋会被抬出元辰宫了。周林哥
往日里唯唯诺诺，没想到有这般手段。是本宫小瞧他了。秋慧不老实，你派人堵住他的嘴。奴婢明白。娘娘，皇上昨晚去了江嫔住处。什么？竟然不是元辰宫？看来皇上不是唯宠他一人，这样就好办了。秋兰，给我母家传封信。是。皇上恕罪，娘娘昨日感染风寒未愈，请皇上移驾别处。爱妃感染风寒了，朕进去瞧瞧。皇上，娘娘怕过了病气给皇上，请皇上体谅。莫非她还在生着你气？罢了，等她好了，朕再来瞧她。你说说，也就你们小主敢让皇上吃闭门羹？哎。娘娘，您为什么谎称自己得了风寒？俏儿，你放过风筝吗？娘娘这是何意？欲擒故纵。你说嘉嫔将皇上赶出元辰宫了？千真万确。灵儿，奴婢见过皇后娘娘，还真是像啊。娘娘，兄长送来的美人果真与嘉嫔有7分相像，远看能以假乱真。灵儿，你想不想成为皇上的妃子？皇上，天色不早了，您是要去凤鸾宫吗？淑妃这个时候应该也歇下了。暖日清风出波动，流眼眉洒一绝春心动。秋夜已是情，谁与共？泪如在繁华当中。是何人在唱歌？是嘉嫔娘娘。山尽雨风。她不是感染了风寒，不愿意见朕，原来是在这里等。手这样凉，不怕风寒加重？皇上，奴惊扰皇上了。前几日朕只见你跳舞，却不知你还会唱歌，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皇上见笑，皇上喜欢就好。让朕看看，一日不见，朕很像。皇上，戴上面纱才更有情趣，不是？原来你喜欢这样，你身上的香。皇上，奴今日特意换了一种熏香，皇上若是不喜欢，奴明日便换回来。今日你可逃不掉了。皇上可是好雅兴。这是又宠幸哪位妹妹？怎么有2个嘉嫔娘娘？皇上，这才是真的嘉嫔娘娘。皇上，你摔疼奴了。你是哪来的冒牌货？原来皇上喜欢长得容貌像我的，能歌善舞的。那我就不打扰皇上的雅兴了。朕错把他认成你了，朕也不知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皇上息怒，奴叫灵儿，奴只是喜欢唱歌跳舞，所以就趁着夜深，在御花园里偷偷练习，不曾想被皇上认成了嘉嫔娘娘。还敢狡辩！你深夜在此扮作嘉嫔们，分明就是想勾引朕。歌儿，朕的心里只有你，若不是他扮作你的模样，朕不会多看他一眼。原来皇上看中的只是臣妾的容貌，在皇上的心里，臣妾只是个一时消遣的玩物罢了。
可怜臣妾将一颗单纯的心交给了皇上。爱妃，你这是吃醋了？我才没有吃醋，皇上就宠幸别人去。爱妃别生气，朕这就带你回卧龙殿，好好给你赔罪。那这个宫女如何处置？杖毙。皇上舍得？那爱妃说应该如何处置？我喜欢他这张脸，不如皇上就把我封为答应吧，这样也好给臣。都依你。林答应，起来吧。皇上封我为答应了。皇上让你今晚去卧龙殿侍寝。真的？今晚过后，我就是皇上的新宠，再也不用过从前那种卑贱的日子了。所有人都要高看我一眼。皇上，滚下去！皇上，嘉嫔娘娘怎会在此？让你入卧龙殿，你知道是为什么？奴不知。长夜漫漫，邀你来卧龙殿，给本宫和皇上助喜。今晚就辛苦你了。娘娘的意思是让奴献唱献我？对啊，这可是皇上对你的恩宠。皇上，你可要轻点啊，臣妾可吃不消。江流万春染风笛，月照花林结丝心。空里流霜不觉飞，青沙白沙看不尽。皇后娘娘，可听见昨夜卧龙殿传来的歌声了？唱了一整夜，也不知是哪位姐妹得到皇上的宠幸。听说啊，是御花园的一个宫女，昨日就被皇上宠幸了，刚封了答应。往日都是嘉嫔一人得宠，如今算是遇到对手了。不知嘉嫔现在的脸色该有多难看。只要不是嘉嫔，任她是谁，看着嘉嫔如今还如何嚣张。能有新人服侍皇上，也算是替各位姐妹们分忧不是。皇后娘娘，我这人性子直，臣妾就是看不惯您妹妹的狐媚作派。看来那日给江嫔的教训还不够，竟又在背后说本宫坏话。嘉嫔，你如今失宠，居然还敢如此嚣张！柳平慎言，如今我们娘娘已经是嘉妃了。昨夜伺候皇上得当，皇上便升了嫔妾的位分。昨夜伺候皇上的竟是你，那林答应呢？给皇后娘娘请安。林答应辛苦了，昨天晚上为我跟皇上献唱一整夜。你说什么？皇上宠幸你，让林答应唱了一晚上？啊，不对，不仅献唱了，还献舞了，对吧，林答应？皇上竟如此宠爱他，不惜羞辱旁人。臣妾身子不适，就先告退了。站住！本宫没听错的话，刚刚你在背后说本宫坏话了？没有，奴婢听见了。江嫔娘娘说你妩媚呢。本宫现在位列四妃，江嫔这是以下犯上，本宫不得不。你想做什么？操儿，给我打！跪下！
娘娘，这是元成功送来的汤药。这是来羞辱本宫！滚！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都给我滚！娘娘，那江平当众说您的坏话，病了也是活该，您干嘛还给他送去上好的汤药？自然是为了给人送去拔。只会拿我们这些奴才撒气，活该被嘉妃欺辱。娟儿姑娘，这是怎么了？秋兰姐姐，你怎么来了？奉皇后娘娘之命来探望江平。哟，这头是怎么了？没什么，我那儿有上好的膏药，带你去擦洗。皇上，嘉妃娘娘当众责罚了江平，江平一病不起了。朕知道，就是要他跋扈，越坏越好。都准备好了吗？你可不要学那秋惠粗心啊！娘娘放心，本宫不信，一条人命，再加上其他妃子，皇上会放任不管？娘娘，皇后娘娘，请您去忠玉宫一趟。听闻江平在宫中自枪了。嫔妾参见皇后。不知皇后叫嫔妾来，所谓何事？嘉妃，你可知昨夜江平突然暴毙而亡？暴毙？怎么回事？昨日还好好的，你不知道吗？臣妾也是刚刚才得知，江平到底是怎么死的。娟儿，你说。我们娘娘今日一早喝了嘉妃送来的汤药，就暴毙在床。嘉妃，你为何要害死我们娘娘？你敢诬陷我们娘娘？姐姐，臣妾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小贱人，你也会怕？娟儿，接着说。皇后娘娘，前几日奴婢去御膳房帮娘娘拿血液，正巧碰上嘉妃身边的俏儿，谁知俏儿非说那烟雾是她的，奴婢就与她争论了几句，谁知刚到宫中，嘉妃就派人打来了。嘉嫔，你这是做什么？做什么？来拿回本宫的东西。这里是忠玉宫，你不得放肆！不容本宫放肆，也放肆多会。今日就是你打了俏儿了。哼！好好教训。俏儿，你报仇的时候到了。之后，嘉妃娘娘又当众掌嘴，我们娘娘回宫之后就一病不起，今日一早喝了嘉妃送来的汤药，就暴毙在床。因为一碗燕窝就如此折辱江平，简直是太恶毒、太跋扈了。就是，仗着自己容貌绝色，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了。如今倒好，居然闹出了人命。江平也是个可怜之人啊。嘉妃，你可还有话说？臣妾没有杀人。那既然你不承认，本宫只好传慎刑司严加拷打了。看来朕到的时间刚。参见皇上。自古以来，妃嫔自枪乃是大罪，理应问罪江平的母家。皇后倒是本末倒置，如此大张旗鼓，还让慎刑司介入。可毕竟是江平死的蹊跷，这后宫之中起了许多流言蜚语，若是不好好调查清楚，恐怕难以平息流言。狡猾的小绿帽，以为说掉就掉。朕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法子为自己脱身？什么流言？都在传什么？皇后娘娘不敢说，臣妾敢说。皇上，这几日宫中都在传言说江平的死是嘉妃给逼的，
这前几日，嘉妃因为一碗燕窝，便怒气冲冲地闯入中御宫。这昨日还打了江平一巴掌，当众羞辱他。今天早晨呢，这江平的宫女又说，他送了一碗汤药，这江平喝过之后，立刻就暴毙而亡了。陛下，昨日傍晚，臣妾还来看望过江平姐姐，那时她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自枪呢？分明是有人害死的。看来皇上这次不肯帮你。好了，别哭了。江平的死若是另有隐情，朕绝不信。皇上，纵使娘娘与江平有过节，也绝不会有杀人的心思。我们娘娘是冤枉的。皇上姿势体大，还请皇上做主。宣太医，宣太医觐见。皇上，江平娘娘的确是中毒而亡。臣妾就知道江平姐姐不可能突然想不开，突然就自枪了，定是有人下毒。有些人还真是恶毒，这人也打了，气也消了，转头就把人给杀了。这后宫是你一人的不成？还请皇上做主，不要让我们小主死不瞑目啊！你们都看着本宫做事，真的不是我做的。这后宫这么大，皇上，臣妾手无缚鸡之力，我怎么可能在后宫杀人呢？这满后宫都知道，唯有你与江平有过节。你前脚羞辱他，后脚他便死了，除了你还能是谁？嫔妾没有。皇上，你看，这就是元成宫送来的汤药，里面有没有毒，一验便知。皇上，这银针变黑了，果然是有毒。皇上，这银针上的毒药与江平娘娘体内的毒药乃同一种。啊！难道江平真是嘉妃所害？嘉妃，如今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皇上，你一定要为江平姐姐做主啊！她死得好冤啊！请皇上和皇后娘娘替我们小主做主啊！这是你。皇上，臣妾确实是给江平送过汤药，但并没有下毒。臣妾是无辜的。你若是无辜的，朕一定会还你清白。皇上，我们娘娘平日里谨小慎微，是无意中得罪了嘉妃，就被嘉妃送来的汤药毒死。今日若是不能将凶手绳之以法，奴婢也没脸活在这个世上，还不如随娘娘去了。你别冲动，若是江平姐姐泉下有知，也会心痛的。没想到江平倒得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忠仆啊！皇上，如今人证物证确凿，还请陛下立刻处置嘉妃，为江平讨回公道，不能让他死不瞑目啊！一定要严惩这毒妇，以正视听，维护大清的律法公规，请皇上秉公处置，明察秋毫啊！皇上，臣妾是冤枉的，江平的死确实跟臣妾无关，这宫里一定是有人嫉妒臣妾、陷害臣妾的。嘉妃你自己送去的汤药，如今贼喊捉贼，真是太可笑了。皇后的意思呢？嘉妃虽然是臣妾的妹妹，但如今人证物证俱在，臣妾也没有脸面为她求情，只希望皇上看在臣妾的薄面上，给她一个痛快。皇后以为朕该如何惩治嘉妃？自然是赐死，一命换一命，臣妾赞同。既然妹妹们都这么说了，那臣妾也无话可说了。皇上，你当真不相信臣妾吗？
你疯了不成？真是太有趣了。嘉妃不会被吓傻了吧？皇上，您觉得这场戏精不精彩啊？你……皇上讨厌，你明明说要护着臣妾，现在却任由这帮人诬陷我，真真委屈死了。难道嘉妃，你乃一介罪妃，怎敢对陛下动手？来人，快点保护皇上！我这妹妹怕不是失心疯了。来人，快把这个杀人犯拖出去！爱妃，你这是做什么？皇上，嘉妃现在是罪犯，你赶紧立刻处置她。你们急什么呀？嫔妾也有证据，要呈给皇上看看。哦，俏儿，俏儿，是娘娘。张太医，他怎么没死啊？微臣参见皇上。快进去找药。好的，怎么办？丢护城河里。张太医还活着，某些人一定很慌吧？科儿这是何意啊？说起来也巧了，前几日本宫在河边散步，竟发现了张太医飘在河面上，便救了回来。张太医，说吧。臣被打晕后，被人扔在水里，多亏了嘉妃大姐今日去医药局查验，确实丢失了一味续毒的药材。那你可知打晕你的是何人？看身材，好像是宫女。张太医，看看此人是否在殿中？是他。你胡说！张太医可看清楚了，姬君可是杀头的大嘴。虽然没看清人，但这声音我化成灰也认得。你再请张太医看看，江嫔所中何毒啊？这江嫔娘娘中的毒，确实是医药局丢失的那味药，食了后中毒身亡。原来是君二贼喊捉贼，害死了自己的主子，还想诬陷我们娘娘。不是奴婢，奴婢怎么会害死自己的小主呢？奴婢冤枉！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喊冤枉？皇上，臣妾刚刚都害怕死了，臣妾也不知得罪了何人，他们竟然只使一个丫鬟来诬陷臣妾，臣妾真的好委屈。说，何人指使你诬陷嘉妃？想让你家人活命就乖乖闭嘴。是谁？无人指使，是我恨江嫔，她自己不得宠，被人羞辱，却整日打骂我来泄愤，我更恨嘉妃。若不是你，我怎会沦落至此？娟儿，你可想清楚，戕害嫔妃、诬陷后妃，可是杀头的大罪。我不在乎，周林哥，若不是你，我
我怎会日日被人欺辱？就连往日不如我的宫女都能踩在我的头上，我就是要江平死！我要你跟着一起陪葬，你们都得死！来人，将君儿拖下去，五马分尸。娟儿，你说你也是，何必为了泄愤搭上自己的性命？念在你入宫多年，本宫会替你好好安抚你的家人。周林哥，你去死！舒儿小心！皇上，皇上，来人，护驾！哥儿，就地处死！皇上，这贱奴咬舌自尽了。皇上，你醒了。皇上，臣妾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妹妹，你终于醒了。妹妹幸好没有伤到什么要害，可把本宫吓坏了。有朕在，绝不会让你有事。皇上，臣妾先是遭人毒手，又遭人陷害，臣妾不知道还有没有命陪在你身旁。皇上，这宫里的勾心斗角，让臣妾好害怕呀。放心，不会再发生此事了。宫中一连出了这么些大事，你这皇后怎么当的？皇上，是臣妾失职，还请皇上责罚。你既管不好后宫，这协理6宫之权应该让出来。来人，传朕旨谕，柳嫔、罗嫔搬弄是非，降为贵人。淑妃入宫多年，做事稳妥，暂由淑妃协理。是。皇后回你宫里好好反省反省。是。娘娘，该用药了。朕来吧。皇上，这药好苦啊，能不能不喝啊？不喝药，伤怎么能好呢？朕派人去给你寻一些果子来，就这果子就不苦了。娘娘好像不高兴。本宫从未见皇上对一个嫔妃如此伤心。昨日，本宫亲眼见皇上为救嘉妃挡道。娘娘，后宫佳丽万千，皇上图新鲜，宠幸一人也是常事。你不明白。哟，皇后娘娘这是怎么了？如今失了协理6宫之权，连路都不会走了。皇后娘娘不是一贯会做好人吗？让嫔妾等去打前锋，与嘉妃等，自己坐稳凤仪。放肆！本宫是太后亲封的皇后，你们胆敢对本宫无礼！太后亲封又如何？如今失了皇上宠爱，也不过是个纸老虎罢了。如今皇上的眼里只有您的妹妹周林歌，按理说，皇上只要宠幸周家的人，对娘娘百利而无一害呀。不知皇后娘娘为何针对自己的妹妹呢？你们再敢胡言乱语，休怪本宫责罚。本宫如今怀着龙胎，
怕是不能领娘娘责罚。皇上刚刚才责罚了你们，如今又失了规矩。参见淑妃。参见淑妃娘娘。淑妃姐姐属今协理六宫，我们自然听姐姐的。皇后娘娘，怎么，淑妃也是来看本宫笑话的吗？今日在忠玉宫，你的手在等。若是你要去向皇上告发，那去便是。你还是不了解我们皇上，恐怕不只是后宫，连朝堂的天都要变了。没想到皇上竟为了这个贱人夺了本宫协理六宫之权，奴婢办事不力，请娘娘赐死。事到如今，赐死你有什么用？本想借他们的手除掉周林哥，没想到反被淑妃捡了个大便宜。再推高点儿，再高些。就是这样。再推高点儿。皇上讨厌，吓唬臣妾。朕见你玩的高兴，没忍心打扰你。伤可好些了？皇上您看，好的差不多了。爱妃肤若凝脂，切不可留下疤痕。朕会吩咐人送来上好的去痕胶。皇上若是嫌弃臣妾，大可去找别的姐姐。朕心里只有你，再容不下别人了。奴才见过淑妃娘娘。刘公公，皇上在里面吗？皇上说今日要去承乾宫用膳，本宫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皇上。娘娘来的不巧，皇上正和嘉贵妃娘娘在里头。嘉贵妃？哦，皇上刚刚封了嘉妃娘娘为嘉贵妃，奴才正要去传旨。娘娘，本朝还从未有人被册封为贵妃。娘娘，小心身子。我自幼陪同妃林哥哥一同长大，可他却从未正眼瞧过我，就连这协理六宫之位，还是托了周林哥之手。难道在皇上的心里，我就一点都比不过他吗？对了，娘娘，老将军他……我爹怎么了？被周宰相参了一本，死光回乡了。好，好，周家，我的皇帝哥哥。看来爹爹是以为我是因为淑妃才失宠，参了裴将军一本。唉，娘娘，不好了！何事啊？皇上今日封嘉妃为嘉贵妃。你说什么？圣旨已经响谕六宫，明日就是册封礼。
她才入宫1月，便从宫女一跃成为贵妃。哼！好啊，娘娘，本宫的皇后之位，将来岂不是也要给她？太后何时回宫？行宫那边还没有消息，最快也要下月。下月，本宫等不了。你去青天剑给本宫找人。好痛，本宫的肚子好痛。柳贵人这是怎么了？回娘娘，柳贵妃腹痛难忍，但脉象上却并无异常。这是为何？她是中了邪。慧儿见红了，淑妃娘娘，求您救救我们小主吧！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龙嗣。娘娘，微臣也束手无策。听闻青天剑最近来了位袁天师，他擅长治疑难杂症，不妨请他来诊治。锦绣，快去请。是。册封礼都准备好了。娘娘，方才华泽宫传来消息，柳贵人见红了。他好好的在冷宫静坐，怎么突然见了红啊？除非是冲着娘娘来的。俏儿，你学聪明了，跟着娘娘自然有长进，只不过奴婢不知道他们要如何陷害娘娘。你不知道，本宫自然知的。嚯！袁天师，柳贵人到底是怎么了？娘娘，柳贵人这是被邪术诅咒了，若是不及时找到邪祟之物，将其毁掉，这柳贵人和龙子怕是凶多吉少啊！什么？邪祟？宫中本就禁用邪祟害人，怎么会？袁天师，依你看，究竟是何人要害柳贵人？御花园东南角。娘娘，那不就是元成宫？又是元成宫。兹尔周林歌，秉性温良，仪容端敬，柔嘉诚信，婉意有章。自入宫闱以来，克勤克慎，夙夜非。周以来，淑妃娘娘，我们娘娘正在行册封礼，您这是做什么？今日柳贵人见红，袁天师说宫中有巫蛊之术，要谋害皇嗣，为防止龙胎有损，本宫奉旨截查后宫。柳贵人身体不适，去他的华泽宫查就好，来我这元辰宫干什么？淑妃，你可别忘了，本宫的位分如今高你一截，你敢放肆？册礼未成，你还是妃位。本宫奉皇上之命，掌管这6宫之权。如今龙嗣有损，本宫责无旁贷。袁天师说了，这巫蛊之术就在这元辰宫内，还请嘉妃配合。笑话，这偌大的后宫，你非说这邪祟之物在本宫的元辰宫，怕不是存心找事？嘉妃一再阻拦，莫不是心里有鬼？俏儿，嘉妃，你这是做什么？本宫如何，还轮不到一个丫鬟多嘴。皇后娘娘驾到！皇后娘娘不在你的凤鸾宫反省，来我这作何？本宫听说后宫之中有人以邪祟之物危害皇嗣，太后一向厌恶这些邪祟之术，本宫特意前来彻查清楚，也好给太后一个交代。皇后娘娘，元辰天说得清清楚楚，邪祟之物就在这元辰宫，臣妾本要搜宫，
可嘉妃却百般阻挠，这是为何？妹妹既然问心无愧，不如大大方方让他们继续搜，也好还自己一个清白，不是？无凭无据的事情，本宫并不在意。不过，若想搜我的宫，拿皇上的圣旨来，皇嗣危在旦夕，必须要立即消除邪祟。即使皇上怪罪，臣妾也要搜查到底。来人！没想到淑妃妹妹竟有如此气魄，有你协理六宫，本宫很安心。你们站住！元辰宫岂容你们放肆？罢了，俏儿，让他们去搜吧。不过，今日要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搜出来，淑妃，你可不是后悔。一切后果，本宫一人承担。好，娘娘，殿内没有搜到东西。罗盘指示，那邪物就在那棵树下。你们住手！那是娘娘最爱的花束。这是将想害之人的生辰八字写在上面，就可让此人邪祟缠身。这难道就是危害柳贵人的邪祟之物？原来真是嘉妃，这次可以顺理成章的除掉他。怪不得你百般阻挠搜宫，原来就是你加害了柳贵人。本宫见都没见过此物，何来加害之说？妹妹，你糊涂啊！就算是柳贵人诞下皇嗣，也不会危害你的地位啊。皇上和太后一向重视龙嗣，你如今这般祸害龙嗣，本宫也帮不了你。两位姐姐看都不看着巫蛊娃娃，就想着急给本宫定罪，是不是太心急了些？东西就是在你元辰宫搜出来的，何须验证？来人，将嘉妃拿下，连同婢女一并押入慎刑司，严刑拷打。淑妃娘娘这么着急给本宫定罪啊？本宫不服，要见皇上。好啊，既然人证物证都在，那就带着这些证据去见皇上。有证据在，皇上也要秉公处理。敢伤害龙嗣，就是皇上也保不了你，更保不了周家。你一介庶出的婢女，在皇上眼里，也只不过是个暖床的玩物吧。皇上是不会见你的。你说什么？我说，你只不过是一个暖床的玩物，在皇上眼里，什么也不是。等到有天你老了，色衰而爱弛，这就是你的下场。会的，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他明明说了，会一直对我好的。你可真是愚不可及。像我们这般家世的贵族，即使没有皇上的宠爱，也能在这后宫屹立不倒。而你，只不过是皇上的玩物罢了。好一个世家女！是皇上亲口这么对你说的吗？怪不得皇上今日总是夜半偷偷摸摸来本宫宫里宠幸臣妾，原来他是把奴婢当作玩具。皇上，你骗的臣妾好苦啊！是吗？皇上，参见皇上。皇上，朕怎么不记得对淑妃说过这样的话？皇上，可能是臣妾记错了。皇上，你又诓骗臣妾。与其色衰而爱弛，臣妾不如现在就搬去冷宫。俏儿，收拾东西，咱们现在就去冷宫。爱妃，你这是要做什么？谁说要你去冷宫了？皇上，刚刚他们诬陷臣妾，还要抓臣妾去慎刑司呢。那地方还不如冷宫呢。谁敢冤枉？
皇上，柳贵人见了血。元辰天说，宫内有人携巫蛊之术谋害皇嗣，这是在元辰宫发现的。上面印有柳贵人的生辰八字。庚子年戊寅月辛卯日。皇上，这上面好像不是柳贵人的生辰八字。庚子年戊寅月，这不是娘娘您的生辰八字吗？皇上，原来是有人要害臣妾。怎么会这样？娘娘果然有东西，上面还有生辰八字。想必是柳贵人的生辰吧。真有意思。娘娘，你要做什么？这邪祟沾不得。邪祟，哪有人心可怖？俏儿，拿笔来。我不惧邪祟，因为我就是。皇上，原来这宫里有人用一桩邪祟之物要害本宫。皇上，您说臣妾还有没有命陪在你身边啊？元天使，你不是说邪祟之物在元辰宫吗？娘娘，微臣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差错。说这不是真正的邪物，那真正的邪物在哪儿呢？真正的邪物在朕这里。皇上这话是何意啊？各位娘娘，这个才是谋害柳贵人的巫蛊娃娃，上面写的是柳贵人的生辰八字。怎么会在这儿？怎么又多出一个巫蛊娃娃？敢问皇上，这邪物是从何处找到的？正是淑妃的承乾宫。什么？难道是淑妃妹妹谋害的柳贵人的孩子？皇上听闻柳贵人胎动，在去华泽宫的路上，听到一位宫女在承乾宫挖到了邪物，正是此物。幸好本宫做了疗伤准备，让人在承乾宫埋下巫蛊，引皇上去看，除不掉周林哥，还除不掉你这个眼中钉。我的宝姐，原来你是想一件事。不可能，怎么会是在承乾宫找到的？我们娘娘都不会害人。淑妃，你有什么要解释？皇上，不是臣妾做的，臣妾为什么要害柳贵人和她的孩子？淑妃妹妹，你真是糊涂啊！皇上是信任你，才让你协理六宫，没想到你居然利用权力谋害皇嗣，还想诬陷给嘉妃妹妹。是皇后，不是周家。皇上，不是臣妾。皇上，太后一向讨厌这些邪祟之术，若是让太后知道了，怕是要动怒啊。淑妃，事情闹到如此地步，朕不得不罚你。传朕旨意，淑妃谋害龙嗣，陷害嫔妃，褫夺封号，降为答应，幽居冷宫。皇上，不是臣妾做的，臣妾绝不承认。皇上，臣妾认为其中必有蹊跷。嘉妃妹妹，这证据是皇上亲自搜出来的，莫非你是质疑皇上？皇上，好了，太后下月就要回宫，此事就此作罢，不可再提。是。皇上，你究竟是疑心了臣妾，还是厌弃了臣妾的母家，而要赶尽杀绝？来人，将裴答应打入冷宫。皇上，皇上，皇上！太后就要回宫，后宫不可无人主事。皇后，协理六宫之权还是交给你。
是。那嘉贵妃的册封典礼，今日不是吉日，改日再行册封礼。这皇上今日为何这么着急定淑妃的罪？莫非……娘娘，您这是做什么？淑妃那日有句话说得不错，色衰而爱弛。皇上既然不喜欢本宫身上的疤，那本宫就把它刺成一朵花。娘娘，交代你办的事如何了？娘娘猜的没错，淑妃的父亲裴大将军在西北立下战功，皇上屡次召回都被抗旨，朝中也有不少言官参奏他，如今已被收回兵权，告老还乡了。哼，狡兔死，走狗烹，是我小看皇上了。毕竟是一国之主，权谋之术，自然是不在话下。皇后重获协理六宫之权，那咱们如今怎么办？皇上想借刀杀人，却不知本宫是把双刃剑。娘娘，如今陛下迟迟未重定册封的日子，这贵妃服饰难不成要还回去吗？不急，该是本宫的，终究会回到本宫手里。奴才叩见嘉妃娘娘。刘公公是来宣旨的吗？皇上定册封圣旨了。娘娘见谅，如今司礼监正忙着太后回宫的事，娘娘的册封礼恐怕要推后了。陛下和皇后娘娘为了方便，特命奴才找来了昔日在州府与娘娘相伴的丫鬟，请迎。奴婢轻迎，参见嘉妃娘娘。替我多谢皇上和皇后娘娘的美意。是，奴才这就去回命。阿哥，放肆！娘娘的名讳是你这种奴婢能叫的吗？是，奴婢是也。轻盈，好久不见。是，自从娘娘入宫，奴婢在州府日夜惦记娘娘，想起从前在府中与娘娘同吃一块馒头的事情，恍若隔世呢。如今能够再次陪伴娘娘，奴婢十分高兴。啊，韩将军也托奴婢向娘娘问安呢。韩将军，韩慕白还记挂着本宫吗？那是自然。娘娘，娘娘，奴婢这就去叫太医。站住！本宫只是有些乏了，用不着请太医。娘娘。还是请太医看看吧。娘娘，你这是怎么了？寻时受凉了。本宫休息片刻就好了。那奴婢去给娘娘做一些清粥来。去吧。嫡姐，这次轮到我主动出击。乔儿。走，陪我去见一个人。来了，我早就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是被陷害的，难道不是你吗？我为什么要害你？我进宫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毁了周诗雅。一开始，我就察觉你们虽为姐妹二人，但却暗中针锋相对，看来是积怨已久了。你还不算笨，只可惜也成了周诗雅的垫脚石。他想借我的手除掉你，又害怕我日后一人独打，所以就做了这两手准备，一箭双雕。难道你以为
一切都是周诗雅在掌控吗？难道我们的皇上就没有推波助澜？皇上，我陪伴皇上多年，又怎会不知他参与其中？不过是狡兔死，走狗烹罢。皇上见我母家不堪用了，便想连我一并处死。那日我还嘲笑你身份卑微，却不知越是身处高位，越是如履寒冰。我们都只不过是这深宫中的一颗棋子罢了。难道你就甘心被周诗雅陷害，一辈子待在这冷宫吗？皇上如今已经厌弃我，我又能如何？报仇，你只需要按我说的做。娘娘，这是上好的求子汤，只要皇上来过一次，定能怀上孩子。唉，但愿上天能赐我一个龙胎，帮我重获圣宠吧。娘娘，奴婢今日发现嘉妃在喝求子汤，据说只要一次就能怀上龙子。什么？莫非她是想利用皇嗣重获皇上恩宠？娘娘，这可怎么办？不行，这后宫之中谁都能生，唯有周林哥这个贱人，他不配为皇上生孩子。若是他进宫越狱便怀上龙嗣，那本宫的颜面何在？青莹，你去把他的求子汤换成碧子汤，切记不要被他发现。是，娘娘。周林哥，既然杀不了你，那本宫就断了你的后路。你个贱人，居然敢害本宫的孩子！我要杀了你！害死你孩子的不是我，皇上都下旨了，你还说不是你？就算你生下龙子，也威胁不到我的地位，我何故对你动手？还蠢到将证据藏在自己宫中。这件事，我有一个人得了好处，你还不明白吗？你是说，皇后？你只需要去找一个人就明白。皇上，这是刚从嫡姐宫里过来。你这是气朕这几日没来看你吗？臣妾怎么敢呀？皇上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最好一辈子都别来元成宫。听俏儿说，这几日你身体不适，吃不下饭，为何不选太医？太医能治的都是身外病，臣妾可是心病。心病？那莫非只有朕能治了？小主，该用汤药了。你病了？不过是调理身体的汤药。皇上，宣太医！肚子，皇上，宣太医！嘉妃到底如何？回皇上，嘉妃的脉象好像是有喜，但又不像是喜脉。这是何意？到底是不是喜脉？微臣也不敢断言。娘娘像是服用了阴寒之物，伤了身体。哪来的阴寒之物？皇上，刚才娘娘服用补药后就腹痛不止，难道是？可这是奴才去御药房拿的调理身体的补药啊！查！皇上，
此药中加入了红花，是极损母体的阴寒之物呀！红花，你这奴才怎么当差的？皇上，娘娘，这药是奴婢看着煎的，怎么会有这等肮脏之物？你煎的药害歌儿腹痛，还敢狡辩？皇上，他是臣妾的心腹，断不会做出伤害臣妾的事。还有谁碰了此药？能在娘娘身边服侍的，除了奴婢，就只有青莹了。只有她有机会动娘娘的药。把青莹带上来。奴婢参见皇上。说，何人指使给嘉妃下药？奴婢没有。不说，朕有的是办法。刘德海，是。回皇上，青莹身上什么都没有。难不成是她藏起来了？这是发生了何事啊？哟，嘉妃，你这是怎么了？有人暗中给嘉妃下药，皇后，你可知此事？臣妾不知啊，什么人竟如此大胆？皇上，在青莹寝殿枕下发现了这个。皇上，正是此物。皇上，奴婢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奴婢冤枉呀！想不到真是臣妾身边的人要谋害臣妾。皇上，你说臣妾还能为你诞下龙嗣吗？大胆奴婢，你还不招？青莹，娘娘平时待你不薄，你怎么敢？奴婢没有，奴婢怎么会害娘娘呀？青莹，你真的好伤本宫的心。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我再也不能为皇上诞下龙嗣了。来人，将这贱婢严刑拷打，给我撬开她的嘴！你招不招？还不招？我招，我招！我怕嘉妃娘娘的药别坏了。果然是你！你说为什么要害本宫？还是也不指使我？青莹，从小你也是和歌儿一起长大的，如今怎么这般糊涂？这要是让你父母知道了，肯定会伤心啊。青莹，只要你说出幕后主使，念在你从前是我玩伴的份上，我一定会饶你一命，并好好照顾你的家人。看来非得把慎刑司72道酷刑都受一遍，你才愿意吐干净。来人！不要！不要！我招！你看本宫作甚？皇后，都是皇后指使奴婢这么做的。周诗雅，你自以为青莹会听你差遣，可无人比我更了解的，她为了活命是什么都招的。大胆奴婢，竟敢诬陷本宫！皇上，臣妾没有，是他胡乱攀咬，还请皇上相信臣妾。姐姐，你为何要这样对我？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为何要这样对我？区区一介奴婢，竟敢诬陷本宫！皇上，还请皇上为臣妾做主，还臣妾一个清白啊！皇后，你真当朕是傻了不成？这几次宫中每次出事，皇后都在，皇后却次次都把自己摘个干净，可真是好手段。皇上这是疑心了臣妾，臣妾怎么会害自己的亲妹妹呢？柳贵人求见。来人，把这贱婢拖下去，听候发落。是。这第二场好戏就要开始。你怀着身孕，朕不是说让你少走动？皇上，臣妾是有要紧事，事关龙嗣，不得不深夜前来。何事？臣妾要告发皇后谋害皇嗣，戕害嫔妃。你仔细说。上一次，臣妾肚子不适，钦天监说是邪物作祟。不是查出来此事，
是淑妃暗中陷害。淑妃是被冤枉的。我细细想来，也觉得不对劲，便问了钦天监的原田氏，谁知他竟然莫名其妙的失踪了。直到今日，臣妾的父兄才在宫外将人寻回。这是他的证词，皇上请过目。皇上若是不信，臣妾已经命人将原天师关在宫外的大牢，皇上可派人亲自查问。好啊，好一个皇后，好一个皇后，竟然做出这种事！皇上，臣妾没有，臣妾绝无做出这种事情。人证物证俱在，你让朕还如何相信？你平日里装作温柔贤良，背后却做尽伤天害理之事，朕怎能容你？皇上，臣妾陪伴您多年，你要相信臣妾。传朕旨意，周氏谋害嫔妃，戕害皇嗣，实不配为一国之母，着废去后位，打入冷宫，终身监禁。皇上，您当真要如此绝情？皇嗣何故？六宫的妃嫔何故？竟断送在你一人手上？带走！断送在我一个人的手上？皇上，你敢说我的所作所为你全然不知吗？这么多年了，你凭我的手铲除的异己还少吗？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原本以为只要维护好周家，我就可以稳坐后位。这么多年，终究只是皇上手中的一颗棋子罢了。皇上，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冷血的人。皇后得了失心疯，将她关入冷宫，非死不得出。皇上，多谢皇上替臣妾主持公道。皇上，没想到姐姐竟然是如此心肠歹毒之人。歌儿，你放心，有朕在，无人敢再害你。你早就知道了是吧？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是周诗雅，她派你盯着我，好让你拿捏我的把柄。皇后娘娘说的没错，你果然与从前不同了。青莹啊青莹，从前你我一同在周府受周诗雅虐待，如今你竟还听命于她，这正是我想不明白的，到底为何？为何？当然是因为你周林哥，从前在周府，你与我并无不同，都是奴婢。可你偏偏得到了慕白哥哥的青睐，凭什么？原来是因为韩慕白。我比你更早喜欢慕白哥哥，可他眼里始终只有你。可你呢？你为了荣华富贵，进宫做了娘娘。尽管如此，慕白哥哥还是一心爱你，任凭我怎么示好，他都视而不见。我恨。原来你喜欢韩慕白。我爱他，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慕白哥哥是这个世上最好的男子，而你周林哥根本不配得到他的爱。笑话，难道你就配得上韩将军了？我自然也知道我配不上他，可我愿意一直留在他的身边，哪怕是做他的贱妾。周诗雅是许诺将你赠与韩慕白为妾。没错，否则我怎么会听周诗雅那个贱人的话？青莹，你若是早日坦白，或许我会成全你和韩慕白。我不要你的成全！周林哥，你以为你是个什么货色？你和我一样出身下贱，不过是运气好，成了皇上的佳妃。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落得惨死的下场。住嘴！拔掉他的舌头，打入地牢。走吧，该去见见我那好姐姐了。周林哥，一切都是你做的局，对不对？难道不是姐姐命人做的这些糊涂事吗？在我面前就不必装了吧。就喜欢和聪明人说话。你借丽妃、淑妃之手，屡次想除掉我，结果都没随你的愿，你一定很是失望吧？以前的确是我小瞧了你，在州府蹉跎这么多年，我竟没发现你的狼子野心。说到州府，我一直都很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不惜折磨我数10年？我是州府嫡女，我母亲是金镇贵女，整个大晋没有一个世家小姐比我的身份更加尊贵。你的出生就是对我母女俩的侮辱。凭什么你一个歌妓所生，也配与我姐妹相称？我母亲虽是歌妓，却比你们母女高贵多。住口！自打你的出世自带体香，天下人们便说你是天降祥瑞。凭什么？什么东西都让你拥有了？所以你便说我是不祥之物。没错，我已经饶过你了，才让父亲把你丢到柴房，不然就是丢到街上去喂狗。我跟你说，你记住，你只能是一个卑贱的奴婢，一辈子见不了天日。可惜啊，你为了顾宠引我入宫，如今很是后悔吧？一步错，满盘皆输。不过我也在想，自打你得宠那日起，你究竟是谁？有一句话，姐姐倒是说对了，我确实是不祥之物。妖孽，你是妖孽！对啊，我就是妖孽，你能奈我何？这就吓到你了，我的好姐姐，你放心吧，不会杀了我，我会让你一生都生如死。来人啊！快见皇上，有妖孽！来人！太后明日就要回宫了，宫中一切事宜可安排妥当了。皇上放心，早已备妥。只是周氏被废的事儿，太后那边……太后耳聪目明，想必此时已得到消息。这盘棋局已定，哪有推翻的道理？跪下！皇帝，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先帝曾经对你的训诫？儿臣从未有一日忘记父皇临终前的遗愿。是吗？这1个月，后宫乌烟瘴气，到底在搞什么？10多位的妃嫔，死的死，打入冷宫的打入冷宫，连皇后都被废。宫中的妃嫔，现在一把手都能数得过来。后宫子嗣稀少，如何能安抚民心，振作朝纲？哀家这2个月住在佛寺，你知道听到了多少流言蜚语？没有嫡子，没有皇嗣，民心都渐渐的不稳了。母后训斥的对，是儿臣辜负母后的期望。哀家不会阻止你偏爱嘉妃，只是你要明白，什么是宠，什么是爱。儿臣明白了。这次跟随哀家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叫希婉的好孩子。1个月前，哀家感染了头疾，
这孩子事业服侍，照顾哀家。如此一来，希望姑娘算是有功之臣了。母后打算如何赏她？哀家已下旨，封她为婉妃，入住怡华宫。皇帝，你可不要辜负了她。是。哀家就先回宫了。刘德海，让凤鸾春恩车今晚去接婉妃，记得走永恩门那条路，让元成宫的人看见。是，奴才明白了。什么声音？娘娘不用管，没什么。是凤鸾春恩车吧？本宫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接婉妃的吧？娘娘，这婉妃明明可以直接去卧龙殿，非要坐这马车从咱们宫门口走，这不是诚心嘲讽咱们吗？你以为她一个新封的妃尉就能随便改变凤鸾春恩车的行驶路线？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皇上的意思。皇上这是何意？俏儿，你去卧龙殿禀告皇上，就说本宫议政反了，必须要见到皇上。是。参见皇上。坐。果然是冰清玉洁，难怪太后喜欢你。臣妾不过蒲柳之姿，皇上过誉了。皇上，嘉妃娘娘突发议政，口中一直喊您的名讳，太医们都束手无策。怎么回事？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奴才也不知，只是嘉妃娘娘突然就……皇上，嘉妃姐姐身子要紧，您快去看看吧。朕去就还。议政，哥儿，皇上，你没病，你在诓朕。皇上，您不来元成宫，臣妾还以为您厌弃了臣妾，臣妾好难过，好伤心。你这小狸猫，更会耍手段。不是朕不愿来看你，只是太后的旨意，连朕也不得违抗。臣妾不管，臣妾就要皇上陪着臣妾。他们欺负我。这个嘉妃实在是放肆。太后，您小心身子。唉，他明知道你是哀家亲封的妃子，竟敢耍手段将皇上请去，害你沦为后宫笑柄，简直是不把哀家放在眼里。臣妾受些委屈不算什么。待到明日的宫宴，哀家定会好好责罚他。你放心。今日是家宴，诸位不必拘束，坐吧。怎么不见嘉妃？嘉妃一向爱迟到，太后娘娘以后就知道。臣妾来迟。嘉妃，你若不想来，大可以派人来通知一声。哀家也不是不讲道理。你几次三番不敬哀家，今日哀家若不罚你，岂不是助长了你嚣张的气焰？宫宴比我知道的时间提前了半个时辰，看来是太后故意设计。母后，你别忘，哀家警告你的那些话，你可以宠，但不能没底线的纵容，
无论如何，今日必须处罚加菲，震慑后宫，彰显哀家的威仪。否则，人人都不将哀家放在眼里，哀家岂不是成了这天下的笑柄？太后恕罪。来人，将加菲拖到殿外，罚跪2个时辰，以儆效尤。请吧。是，臣妾领罚。是时候用这张牌了。洗碗刚刚入宫，还不太适应，皇帝今晚就都陪陪他吧。是。不好了，我们娘娘晕倒了！什么？又是苦肉计！皇上，宣太医，慢着！母后，哀家不过罚他刚刚跪着，他就晕倒在地，是跟哀家作对吗？依哀家看，他就是装的。皇上，臣妾的肚子好痛。太后，求您传太医救救我们娘娘吧！我们娘娘真的不是啊！哀家不信，他刚刚还好好的，现在就晕倒在地，身子如此柔弱，往后怎么侍奉皇帝？来人，取水来。是。母后，将加菲泼醒。歌儿身子一向虚弱，还是传太医看看吧。是啊，太后，万一加菲真的生了什么怪病呢？好，那就宣太医。哀家倒要看看，到底是真有病，还是故意与哀家作对。太医，哼，加菲还真是会演戏，装病都装得这么像，一会儿看他如何收场。哼！哎呀，恭喜皇上，恭喜太后，加菲有喜了！什么？你们可喜欢本宫送上的大？歌儿，感觉如何？今日是哀家差点闯下大祸，加菲，你没事吧？皇上，我们的孩子没事吧？太医说胎相很稳，只是你身体不好，需要静养。臣妾恭喜皇上了，加菲的孩子来的真是时候。宫中许久未有喜事了，真欲封加菲为贵妃，母后意下如何？这再过月余就是3年1次的选秀，儿臣会听母后的，多选一些新人入宫，为皇室开枝散叶。那便依皇帝的意思吧。不过后宫之中不可无人主事，洗碗是个稳妥的，不如将协理6宫之权交与他。母后做主便好。传朕旨意，册封加菲为贵妃，明日行册封礼。是。谢皇上。兹尔周林哥，秉性温良，仪容端敬，柔嘉诚信，婉意有章。自入宫闱以来，克勤克慎，夙夜匪懈，上奉慈为，下协平御，义犯御昭，允协朕心。兹养成皇太后慈谕，抚顺于行，特晋封尔为嘉贵妃。爱妃，即日起，朕要你做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妃。臣妾定不负皇上所托，帮皇上得到想要的。爱妃有此意，正合朕心。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加菲千岁千岁千千岁！爱妃，山雨欲来风满楼，你可得穿好衣裳。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那便踩着你的权势，
助我儿登上皇位。